大家好，我是 Uki。有老师问我，如果考试有很多次，然后只想挑几次成绩比较好的出来做平均值怎么办？比方说像这个有15次小考，那有同学可能身体不舒服啊，他原本可以考到90，可是可能因为身体不舒服然后又勉强来学校，那没考好，那这些把它计算进去，好像对这个同学，他明明是可以请假，但是却勉强了自己来学校，那这样子对他来讲不是很公平。我们希望说能够挑几次比较高分的成绩，然后来做平均就好。怎么能够从15次的小考里面去挑8次的成绩呢？那我们一步一步来。我们会用到，比方说这边有15次那个小考，然后成绩登记在 V2 到 P2， 那怎么让它挑出8次来？当然你要用手挑也可以。有些老师我觉得在计算成绩的时候很辛苦，都是用手来计算，这样子非常辛苦。那其实你用 Excel 的一些功能一些函数，它可以自动帮你挑。我们用到的就是 large， 那找名次，然后 average， 这每个老师都知道可以算平均值。那我们还会用到一下 sequence 来简化一下我们的输入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先用 large 先挑出名次来，然后再用 average 来算平均，但是你要挑8笔有点累，所以我们用 sequence 来自动来帮我们输入8次这样子 OK。 好，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large， 你如果用 Excel 很少用到这些函数，那不知道是什么的话，那请听我慢慢说。如果你已经知道了，你已经有在用，那你可以直接跳到后面去，直接找 sequence 的使用方式。好，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讲，针对如果您是完全没有使用过函数的老师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说。那large 是在做什么？它其实是在挑选第几高分。好，它的使用方式是这样的，等于符号一定要输入。等于符号在 Excel 或者是 Google 的那个 Sheet 里面，是你等于符号输入之后，它才会计算公式。好 large 这个函数你要先给它一个范围，然后我们要挑第几高分出来。好，那这个范围就是你的分数是放在哪些储存格。那我们像刚刚是 V2 到 P2 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那你就可以挑第一高分。好，输入1就第一高分最高分，2就是第二高分，3就是第三高分。那函数的名称不分大小写，你用 large 啊，好，你全部写大写，或者全部第一个首字大写，或者全都小写都可以。我自己的习惯是全都小写因为你要输入大写还按 Shift 键，所以我都习惯小写。比方说你成绩放在 V2、C2、D2 这3格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范围V2 到 D2 中间是用冒号 ，V2 到 D2， 然后挑选1就挑最高分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挑第二高分，那就是2。好，挑第三高分那就是3。好，就是挑3这样子 OK。然后之后再把这些分数加总起来。如果是2个分数，你就是加总起来除以2。那如果是我们有8个成绩的话，就加总起来除以8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用 Excel 来示范看看。我们进到 Excel 来，那但是一开始不要用这个不要用8个分数的，我们用这3个分数来试看看。好，第一高分我们刚刚讲说直接用 large， 好，等于它的那个范围是 V2 到 F2。 好，然后我要第一高分，这样子就找出来了。好，你看最高分95分嘛，对不对 OK。 好，那之后我可以直接复制这公式，我不用自己一直输入。所以你看我这边改一下2，它就变成第二高分88，然后第三高分我把这个公式改一下3，然后挑出来83分。好，你看95、88、83，然后这就3次嘛。如果要算平均的话，你可以这么算，等于 H2 加上 I2 加上 Z2， 然后除以3，这样子就是平均分了嘛。OK， 好，那当然老师您可能也知道，可以直接用 average 这个函数。那懒得输入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平均值，然后我们挑选这几格 OK， 按下去。好，成绩
都一样。那如果你不喜欢看到这么多小数点，我们可以把它标记起来。然后小数点呢，只要我们把它小数点要几位数呢？数值小数点2位数，这样就好。OK， 好，它就算好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先找出第一高分，找出第二高分，找出第三高分，然后算平均，加起来除以3，好就是了。或者你把它用 average 这个公式直接把它算出来。那有些老师希望画面稍微简单一点，不希望这样子，好，不希望还要第一高分、第二高分、第三高分。那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些过程直接写在这个格子里面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。来，好，我们来改一下哈。原本的公式，你看，我们原本公式是把这3个加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改一下 ，large 1，好，那一样复制起来 ，large 2、3，然后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。好，你可以直接做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。你没有做这些，你没有分开做这些，一样也可以直接这样做。那 average 也可以。而且呢，更简单一点，因为像我们中间这边还要输入加号，有点烦。那 average 的话，它其实是直接输入逗号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输入3个值，好 ，average 1，然后逗号 ，average，我们要它 large 的2，第2位，第2高分。再来呢，我们还要挑第3高分，3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，所以这3栏其实就可以删除掉了。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计算。好，这是如果你只有考几次小考，然后要挑3次比较高分的，可以这么做。可是现在你是考15次，要挑8次高分，哇，那这就有点累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输入 large 1，一直输入到 large 8。large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有点讨厌呢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要多一个小函数，我们要多一个函式出来。我们刚刚提到说，你只要输入 large 1、large 2、large 3这样就好了。可是如果是要挑8次的话，你必须要large 1到large 8，可是当中有可能不小心漏打了。比方说，人有时候总是会晃神一下嘛，直接就从 large 6直接跳 large 8，少了一次7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说用快一点的方式，然后让程式自动帮我们输入。那怎么做呢？一个方式是你可以用阵列，好，你可以用阵列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，一样是 large， 然后一样是范围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后面这里我们原本要它1、2、3、4、5、6的时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一次一次我们要自己输入的地方，我们现在改用阵列来取代，然后告诉他我要挑第1名的、第2、第3、第4。一直挑到第8高分，然后这时候Excel 它就会自动从阵列里面挑出第1高分，然后就帮你输入1，然后好 large B2 到 P2 1，再来 large B2 到 P2 2，它会依次帮你计算出来。好，所以这就已经省了很多时间了。不过这样子还是有点讨厌就是了啦。因为你必须要在这边输入1逗号2逗号，就有点讨厌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懒得记公式，你可以直接用阵列来做啊。如果你愿意的再多记一个公式的话，再多记一个函式的话，那会更轻松一点。哪一个函式呢？就是 sequence。你直接输入 sequence， 比方说你要挑前8名，那你就 sequence 括号8，它就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阵列，就会产生刚刚那个阵列，然后对不起，不是阵列，是集合，好，然后帮你产生一个集合，然后呢，它一样，你看公式其实是很类似的，就像刚刚是这个集合1、2、3，然后
一直到8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只要 sequence 8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取代了。好，所以它就可以自动帮你挑出8次的成绩来，那这样子就简单很多。好，那我们来试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用阵列跟 sequence 来试看看。一开始你还是可以这么做啦，还是可以这么做，等于括号 LARGE B2 到 P2， 然后第一名，好，第一高分加上，好，我们把它复制起来，我们看看它的分数会不会是相同的。 OK， 2 3 4 5 6，好，这个是8，我们算到8就好，第8高分，然后加起来除以8。OK， 得到分数是 89.625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对了，我们记得说要把它改成都是2位小数就好。好，那用 average 计算呢，我们说就不用自己输这些加号，用逗号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来一样，我把它复制起来。这里这些是逗号，改成逗号。好，一样是 89.63。那现在我们要用阵列来计算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公式，一样是 average。好，一样是 large， 好，然后一样 B2 范围到 P2， 然后呢，我们说用大括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记得括号数要对哦。好，那它之后我们就不用在那边输入那么多次，它之后就会把1直接取代进去，2取代进去。好，所以我们直接按 Enter 键，你看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很快。好，那但是你还要在这边输入1逗号2逗号3逗号，这有点讨厌啊，所以我们更偷懒一点，我们用 sequence 一样。好，我们输入一下试看看。一样，它输入 average 哦，因为它其实是帮你自动它其实是自动的把这个过程1、2、3、4 large 1、large 2、large 3这个把它帮你算出来，所以你还是要把这些下去 average 才能够算出平均分数来。好，所以一样输入 average。好，然后一样 large B2 到 P2， 然后呢 sequence。好，我们要8次8个成绩 ，OK， 挑8个，你看是不是快多了 ？OK， 好，那如果现在你要9个成绩怎么办？你要挑你说15次考试只挑8次，那也太好心了吧？我们只把3次最低分的去掉，我们要12次，那你只要改一下12。按 Enter， 成绩就出来了。那我们复制下来，好，你看都是只要 sequence， 它只要改一下范围，然后 sequence 12，它就自动帮你算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就简单很多比起你自己在那边输入简单很多，比起用这个 large 1、large 2、large 3简单太多了啦。那也比用阵列轻松一点。所以请记得使用 sequence。 好，那如果你已经学到 sequence 了，那我的学妹跟我说，他们学校每次他们的周考因为有时候难度实在是上下太多，所以第一次期中考可能是要15次小考里面挑10次
然后第二次小考可能是对不起，第二次期中考可能是15次期中考，15次小考里面挑13次，他们挑的次数不一样。那这样子你就必须要在这边不断的改公式，就有点讨厌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你可以这么做，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 sequence 了，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个值用一个固定的格子来取代就好了嘛。好，这里，我们现在容我偷懒一下，插入2列，然后呢，挑的次数。比方说我只要挑3次最高分的。好，那这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可以用sequence 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我们都把它删除。好，等于再来一次 B4 到 P4 才对，因为我刚刚插入2列嘛。好，我们刚刚的范例虽然说是 B2 到 P2，但是呢，因为我插入2列，所以现在应该是 B4 到 P4 才对。OK， 好，那假设第一次期中考要从15次小考里面挑13次，第二次期中考大家的分数比较低，那就只能挑10次了。那怎么办？你还必须要在这边改公式吗？还在这边从13次改成10次吗？然后再拉下来，再复制，这样子每次在那边改也有点太讨厌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把它写在这里，挑几次的分数 OK， 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就把它改一下 sequence， 我们就把它定在 B1 这一个格子。然后记得，因为每个学生都要参考这个你要挑几次，格子是相同的，所以我们要按 F4 把它固定住。OK， 好，来一样把它改成2位小数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复制下来。你看只挑3次成绩，大家的分数都很好看，可是学校要求是15次小考里面要挑13次成绩。OK， 就有些人不太及格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这次考试更难一点，挑13次，很多人都不及格。那我们这次宽松一点，15次小考里面挑10次，就这样子，你都不需要再去改，你只要改这一格就好了，这样子就轻松多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快的方法我们可以让自己简单一点，挑几次分数，你可以这样子算。所以有了 sequence 这个功能之后，你可以很轻松的挑出你要的几次成绩。那千万不要一个一个在那边比对挑10次，好，最高分，然后第2高分，第3高分，慢慢挑，很伤眼睛，也很花时间，还会挑错。可以的话，都让它自动执行就好了。好，希望这个可以帮得到老师们。好，我们刚刚说的是在Excel 里面执行，但是如果您用的是 Google Sheet 的话，那它的结果会不太一样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只挑10笔就好。那你就想说输入我们刚刚学到的 average、large，OK， 还有 sequence，OK， 好，那 average， 然后 large。好，它的范围是在 B2 到 对不起 ，B4 到 P4。好，然后我们要 sequence 然后我们说过它是在 B1 这一格，那记得把它固定住，好，99分，不太可能吧？这看起来就不是99分啊。发生什么事？它其实只帮你挑了最高分的这一次而已。好，那你把这公式复制下来，然后贴上公式，那你会发现它都是帮你挑最高分的那一次，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的。可是你会觉得很奇怪，明明我已经输入 sequence， 为什么它还是这样子？好，有点小技巧。其实 Excel 它是已经帮你多做一步，所以我们可以偷懒。但是在Google Sheet 里面的话，你还是必须把原本的这工作把它做完。好，
早期你在 Excel 里面也需要做这个，那现在新版的 Excel 它自动帮你做了啦齁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必须跟Excel 或者 Google Sheet 说，这个东西啊，我要使用阵列公式。好，那怎么进行？请你按住 Ctrl+Shift 加上 Enter 键。好，我现在滑鼠在这里 ，OK， 好，我按住 Ctrl 键、Shift 键再加 Enter， 标下去，你会发现它自动帮你加上阵列公式这个函式。那当我按 Enter 下去，它的成绩算出来的就跟我们刚刚算出来的是一样了， 87.7， 有没有？好 ，OK。那这个呢，我们把它复制起来，复制再贴上，后面它就会自动帮你使用了贴上公式，它后面就自动帮你使用阵列公式了。好，所以你看这样子算出来有没有 66.1？我们用阵列公式算出来的就是正确的。好，所以你记得要在这个地方，在 Google Sheet 上面，你直接输入，它只有帮你挑第一笔资料而已。你必须要用阵列公式，它才会帮你做出阵列来，然后帮你一个一个下去算平均值这样子。哦，所以这个是Excel 早期你需要这么做了，现在会比较轻松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简单一点。所以请记得 Ctrl 加 Shift 键再加 Enter， 好，按下去之后，它才会自动帮你多出前面的这个，它才会帮你多写这几个字。好 ，OK。这样子，他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要用阵列去处理，好，那你才能够算出真正的分数，要不然他都只帮你挑阵列里面的第一个资料而已，所以挑出来的就是最高分的那一个。好，所以在 Google Sheet 上面，你必须要多做这一步 ，Ctrl 键 ，Ctrl 少写 Shift 键，再加 Enter， 好。这样子才行 ，OK， 好，那希望能够帮上你。